Hello，大家好，我是每天都闲不住的雨神。大家觉得英特尔前些时间发布的桌面端12代酷睿处理器怎么样？觉得很给力的可以扣个1，觉得还不够给力的可以扣个2。对于我个人以及我身边这些喜欢折腾数码的朋友们来说，英特尔12代酷睿处理器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全新的混合架构加上英特尔7工艺，12代酷睿全系处理器 IPC 性能都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并且很直观的表现在单核以及多核性能方面。同时，更大的顶盖设计进一步提高了 CPU 的导热散热效率。同等功耗下，12代酷睿处理器更容易被压制在相对较低的温度。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些提升都是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但是考虑到2021年显卡 DDR5 内存缺货和溢价严重的大环境，不少用户会更关心新一代的笔记本的性能。那今天它终于来了。我这里首发的测试机型是 ROG 枪神6，其搭载了英特尔12代移动酷睿 i9 处理器 12900H，14核心20线程。完整的参数表我放这里，大家可以暂停仔细看一下。想要直接看性能测试的，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进度条快速跳转。枪神作为 ROG 的高端旗舰产品，整体的设计以及功能都是非常个性化的。这次的枪神6相较于上一代枪神5 Plus， 在外观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改动，熟悉的灯大灯亮灯会闪，熟悉的键盘布局，几乎没有变动的透明机身和氛围灯带，可更换的 ROG 信仰徽标以及逼格拉满的钥匙系统。要说它和枪神5 Plus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触摸板，枪神6的触摸板集成了小键盘功能，用习惯了之后效率提升还是很明显的。之前有不少小伙伴吐槽枪神5 Plus 1080p 360赫兹的屏幕太鸡肋，当时我也实测了，没有独显直连加持的枪神5 Plus 在大多数游戏中是跑不到300 FPS 以上的，这就导致枪神5 Plus 要分辨率不够，要帧率又不够。那这次枪神6直接把这些问题统统解决了。2K 分辨率，240赫兹刷新率，我就问你，这个方案你还不满意吗？我用焦色仪实测，它能够覆盖100% sRGB、86% Adobe RGB 以及97% DCI-P3 色域，最大亮度343尼特。色准方面，平均 Delta E 1.0 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配合上高分辨率、高刷新率、Adaptive Sync 以及潘通认证，这块屏幕可以说是诚意十足了，既满足了游戏玩家，又照顾到了创作用户。由于拿到测试样机的时间比较有限，这次测试的内容可能会稍微少一些，大家可以关注下，获取后续更新。打开 CPU-Z 可以看到，这颗 12900H 采用了6性能核、8能效核的设计，其中6个性能核开启了超线程，所以总线程数20条。再进入 IDA64， 可以看到 CPU 的 PL1 和 PL2 功耗均为135瓦，比11代移动端酷睿115瓦的 PL 上限要高出20瓦。回到 CPU-Z 进行跑分测试，最终单核得分803，多核得分8610。这么高的单核多核得分，在家用游戏本上我还是头一次见。紧接着看一下更具有参考意义的 R20 和 R23测试，这颗 12900H 的得分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单核成绩直接追上桌面端的 12700K， 多核性能呢也没差多少了，单看 CPU 性能，在目前的笔记本端几乎找不到对手。那代价呢？这么高的性能，测试时的温度和功耗表现如何呢？可以看到，跑 R23多核测试的过程中 ，CPU 功耗120瓦，核心最高温度98度，频率3.8 G 赫，和之前大部分的游戏本在高负载情况下的表现差不多，没有降频，没有装温度墙，好像还可以。紧接着是单烤 FPU，CPU 功耗在105瓦，温度92度左右，频率3.7 G 赫，似乎还没有把枪神6的散热能力吃满。简单看完了 CPU， 咱们来看看显卡。枪神6首发 RTX 3070 Ti Laptop GPU， 相较于移动版的3070，移动版3070 Ti在参数方面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显卡连接模式方面，华硕提供了混合模式、独显输出模式、极显输出3种模式。同时，枪神6还搭载了 ROG Boost 的 2.0 技术，能够进一步榨干 GPU 性能。本视频中的所有测试均采用独显输出模式，单烤显卡的情况下，这颗3070 Ti 移动版功耗能够给到150瓦，但是持续测试之后呢，核心温度只有78度。双烤情况下 ，CPU 能够分配到30瓦功耗，核心温度73度，显卡功耗则是一直稳在150瓦，核心温度77度。此时整机的噪音和温度表现是这样的。相较于我之前测试过的不少游戏本来说，这个散热性能还是有点东西的。
我倒是对枪神6的内部散热设计挺好奇的。说干就干，拆掉后盖，我们可以看到超大的散热模组，双风扇、4出风口、6热管，而且热管还挺粗的。LG 管这套设计叫冰川系统 2.0， 效果确实不错，整机180瓦左右的功耗完全压得住。这个噪音表现也还是能接受的，比某些双烤原地起飞的机器要好上不少。内存这里升级到了 DDR5 4800兆赫的规格，采用8BG 封装模式。不少小伙伴知道4BG 内存打游戏比2BG 内存要强，这次 DDR5 内存直接整了个8BG。内存的详细性能是这样的。基本性能聊完了，终于到了大家最关心的游戏环节。先看看娱乐大师怎么说，177万分，比我的台式机得分还高。娱乐大师是真娱乐。枪神6在 3D Mark 中的各项测试得分如下，这里 CPU 的得分提升是非常明显的，相较于上一代的处理器，提升基本在 20% 甚至更多。但是每个测试项的总分呢，相较于上一代的平台提升倒不是很明显。这里我们就有必要用游戏实测一下了。这里测试了几款主流的网游和 3A 大作，测试均采用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选项。这款枪神6的成绩是这样的，大部分网游在 2K 最高画质下是能够以超高帧率运行的，而 3A 大作这边可能就需要开启 DLSS 了。开启 DLSS 之后，画质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但是游戏的平均帧率获得了大幅提高，配合上 2K 240赫兹的屏幕，整体效果还是非常丝滑的。办公方面 ，PC Mark 10的得分如下，这个得分是妥妥够用了。生产力方面，我用 Specview 13简单测试了一下，枪神6的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同时，全新的 XE 核显加上规格升级的 RTX 3070 Ti 以及 DDR5 高带宽内存，在视频剪辑 AI 处理方面，不管是流畅度还是处理效率，都能够感到明显的提升。其实这次枪神6最大的升级，主要还是 CPU、屏幕以及支持了独显输出模式。对于之前那些喜欢枪神系列设计、有 ROG 信仰，但是又在纠结独显输出和屏幕参数的用户，这次枪神6算是交了一份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由于本次首发测试时间有限，本期视频的内容就这么多了。后续我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枪神6的测试更新，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进行留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